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夜归，寡妇将他推倒在地。寡妇，我是在救你。柳月娥年方20岁，前2年，柳月娥经姨母介绍，嫁给了一位木匠。木匠名唤庞贵生，家住庞家村。年方22岁，打小跟随其父学手艺，后来成了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。16岁开始，庞贵生就跟着父亲一起外出做工赚钱。柳月娥年轻漂亮，身材窈窕，知老知少，勤俭持家，是个过日子的好手。公公婆婆喜欢她，对这个儿媳妇十分满意，街坊四邻都很羡慕庞家，对柳月娥也是称赞不已。庞贵生是个老实厚道的人，他没有心机，给人家干活向来一丝不苟，而且从来不多要工钱。10里8村的乡民们都很信任他们父子俩，家里若是有活，就去请庞家父子来帮忙。这1年下来，庞家父子俩倒也能赚些银子，庞家的日子过得很是不错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有一次庞父临时有事，去给镇上一户人家做工，庞贵生则去给另外一户人家上梁。不知怎地，主梁意外坍塌下来，此时的庞贵生正巧站在屋子正中间，被主梁砸中，当场没了呼吸。柳月娥得知丈夫出了意外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虽有万般不舍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柳月娥和公公婆婆一起将丈夫安葬。闺女，你是好孩子，我们俩不能耽误了你，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。婆婆张氏说道。娘，贵生扔下我们走了，你们身体又不好，我若是再走，谁来照顾你们呢？哎，你才20岁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我们夫妻俩不能拖你的后腿。再者说，是我儿早逝让你受了委屈，即便你改嫁，我们俩也不会嗔怪于你的。提到庞贵生的早逝，柳月娥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她看着婆婆，小声哭泣起来，没有再说什么。20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可柳月娥却早早地成了一名寡妇。别说庞家二老愧疚，就连街坊四邻也对柳月娥的遭遇叹息不止。丈夫离世后，柳月娥并没有离开庞家，她依旧打理着家里家外的活计，日子过得十分辛苦。而没有了丈夫的庇护，柳月娥偶尔会被村里的其他妇女欺负。都在一个村住着，哪有不红眼不拌嘴的时候呢？面对流言蜚语、同龄人的讥讽，柳月娥忍气吞声，从来不与那些人斤斤计较。在庞家村的北面，约有10多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名为曹村的小村庄。村庄不大，比庞家村少了约有30户人家。年轻男子曹胜就住在这个村子里。曹胜年方20岁，自幼没了爹娘，跟着大伯一起生活。大伯名唤曹金宝，是一个渔夫，靠着打鱼为生，家境不是很富裕。曹金宝膝下无儿无女，就把曹胜当成亲儿子看待。虽说曹胜已满18岁，但是曹家清贫，眼下尚未给曹胜说亲。而曹胜知道大伯辛苦，打小就跟在大伯后面，帮着大伯干些杂活。后来大了，曹胜就跟着大伯到河里捕鱼。日子久了，大伯捕鱼的手艺也被曹胜尽数学了去。再后来，曹金宝做了一艘小船，送给曹胜，曹胜也做起了渔夫。每日清晨，曹胜就去河中捕鱼，午时回来后就拿到镇上贩卖，赚些银子贴补家用。虽说2个村子离得不远，但是曹胜并不认识柳月娥，而柳月娥也不曾与曹胜谋过面。不过若是有缘人，即便相隔万水千山，也总有谋面的那一天，譬如说柳月娥和曹胜。话说在夏末秋初的一个早上，曹胜像往常一样去河里捕鱼。
临近午时，曹胜拎着鱼桶往家走。筛选后，曹胜背着鱼篓朝着小镇上走去。此时的柳月娥简单的打扮了一番，挎着竹篮走出了庞家村。她要去小镇上买些草药回来，因为最近这些天婆婆的哮喘病犯了。村子与小镇之间有一片树林，林间有一条小路，蜿蜒曲折。虽说小路狭窄，但却是去镇上的必经之路。两个年轻人头顶日头，朝前走着。很快，柳月娥就钻进了密林之中。曹胜步子走得快，不多时也走进了密林之中。有了树叶的遮挡，明显凉快了许多。曹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掂了掂鱼篓，继续朝前走。柳月娥走在前面，发现今日的路人比往日少了许多。他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，右手紧紧地挎着竹篮子。走了没一会儿，柳月娥忽然发现前方站着两个年轻人。那两个年轻人似乎早就注意到了柳月娥，正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。柳月娥察觉不对劲，她先是放慢了脚步，随后用手挡在眉前，面露羞涩，低着头继续朝前走。这个小妮子长得不赖，肤白貌美，身条也好，身边还没人陪同，咱们可别错过机会呀。另外那个年轻男子朝着柳月娥身后看了看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眼下正好无人，先拦住他再说。走。”说着，两个年轻男子大摇大摆地迎着柳月娥走了过去。柳月娥心里咯噔一下，随即一股不祥的气息将她笼罩起来。柳月娥继续低着头往前走，可那两个年轻男子已然到了跟前。站住！闻见喊声，柳月娥吓了一跳。此路是我开，要想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赶紧掏钱，否则休想过去。二人一唱一和，开始刁难柳月娥。柳月娥吓坏了，赶忙说道：“二位大哥，前几天我才从这里走过一次，并没有人收路费啊，怎么今天突然？少废话！你若是没钱，那就跟我们走一趟。”说完，两个年轻男子坏笑起来。柳月娥见状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们要钱是假，调戏是真，分明就是想要他这个人啊。柳月娥害怕不已，将竹篮子挡在胸前：“你们别乱来呀，要不然我就喊人了。你自己瞧瞧，这里哪有人？不信你喊一喊试试。”说着，那两个年轻男子朝着柳月娥动起手来。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会有此等恶劣事情发生，真是目无王法。两个男子玩得起兴，直苦了柳月娥。柳月娥急得大哭起来，大喊道：“来人啊，救救我呀！”声音在密林之中穿梭，很快到了曹胜的耳朵里。哪里来的求救声？曹胜停下来仔细听着，接着声音再次传来，在前面是个女子在呼喊。曹胜加快步伐，朝着前方小跑过去：“求求你们，快放开我！”两个男子拉扯着柳月娥就要往密林深处走，而此时的曹胜已经赶到。“住手！放开他！”曹胜眼见柳月娥被欺辱，离着近了，他大声呵斥道。两个男子扭过头一看，不知何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。“你少管闲事，免得受皮肉之苦，赶紧走开！”曹胜从小就跟着大伯干活，长大之后一直出船拉网捕鱼，一身的腱子肉，身上有的是力气。再看那两个年轻男子，细皮嫩肉，手无缚鸡的样子，哪里会是曹胜的对手？曹胜心善，更有侠义之气，虽说对方人多，但却毫不示弱。“你们再敢动他试试！”曹胜一边说，一边撸起了袖子，黝黑的腱子肉显露出来，一脸怒气地朝着两个男子走去。两个年轻男子见状后有些畏惧，二人使了个眼色，说道：“小妮子，今日就放你一马，我就不信
你以后就不从这里走了。哼，走着瞧。柳月娥一下子挣脱出来，躲到曹胜身后。曹胜圆瞪双眼，目露凶光，两个男子一边指着曹胜，一边灰溜溜地跑了。有些人果真就是欺软怕硬的主啊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，要不然我今日……说着，柳月娥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没事就好，姑娘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护送你过去。我想去镇上买些草药，这些天婆婆的身体不是很好。巧了，我正好要去镇上卖鱼，那你就随我一同前去吧。那就有劳小兄弟了。言罢，两个人结伴同行。本是素未谋面的两个年轻人，因为柳月娥的这次遭遇，终于相识。一路上，两个人有说有笑，彼此也都知晓了对方的姓名和身世。走了约有半个时辰，二人来到小镇上。姑娘，我就在这里摆摊卖鱼，你若是不急着回家，就等我卖完货，我护送你回村。柳月娥感动不已，一抹绯红爬上了脸颊。小兄弟，那就多谢你了。正巧顺路，你别客气。柳月娥低着头，羞涩地离开了。曹胜放下鱼篓，开始叫卖起来：“新鲜的鱼呀，快来买呀！”柳月娥的美貌深深地将曹胜吸引住了，精致的五官不停地在曹胜的脑海里浮现，以至于他算错了两笔账。而柳月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曹胜的侠义之气和过人的胆识，还有英俊的脸庞，也一直在柳月娥的脑海里浮现，弄得柳月娥的内心如同小鹿直撞，险些忘了付要钱。柳月娥在集市上转了一圈，便回到曹胜的摊位，帮着曹胜卖起货来。快来买鱼，便宜了！柳月娥学着曹胜开始吆喝起来。曹胜侧过脸看了柳月娥一眼，正巧与柳月娥对上眼了，四目相对，二人都笑了。临近黄昏，鱼终于卖完了，两个人走出小镇，朝着家的方向走去。一路走来，相安无事。曹胜将柳月娥送到村口，二人互道珍重，分道扬镳了。而他们在镇上卖鱼的一幕，却不巧被之前的那两个年轻男子看见了。这小子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何不教训他一番？这口气一定要出，不过现在人多，即便我们去喊人来，也不好对他们下手。那怎么办？找个人跟踪他，摸清他的住所，等到夜里无人时再对他下手。好主意！谁让他坏了我们的好事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哥，我这就去喊人。曹胜与柳月娥一路朝前走时，二人有说有笑，并未发现身后有人在跟踪他们。待到柳月娥进村后，那个人就一路跟着曹胜，一直跟到了曹村。摸清了，那个人就住在镇子北面的曹村，名唤曹胜。好，何时动手？如果现在动手，那小子势必会怀疑我们。等过2天再动手，还是哥哥想得周到。到时候我要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哈哈。再说曹胜，因为解救柳月娥得罪了2个陌生人，他不知道对方的底细，心里也有些后怕。最近几天，曹胜不敢掉以轻心，外出时十分谨慎。一连过了几天，没有事情发生，曹胜这才放下心来，戒心也就慢慢消散了。再说柳月娥，自打曹胜救了她之后，他心存感激之情，时不时就去曹村找他，帮着曹家做些家务，算是在报答曹胜的施救之恩。起初，曹金宝见家里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还帮着打理家务，这让他又惊又喜。小胜，我看那个姑娘不错，不如我去提亲，你娶了她如何？大伯，等我攒够钱再说吧。再者说，人家嫁过人，一直住在夫家呢，那怕啥？她是寡妇，即便你娶了她，也不违法。礼钱的事，我去想办法。
大伯，人家不一定能看上我呀。他若是对你没有意思，何必大老远跑咱家里帮忙？你呀，你就是个木头。”说着，曹金宝背着手离开了。曹金宝本想着等柳月娥再来时，先和她谈谈，可是，一连2天，柳月娥并没有来。而就在前2天，柳月娥婆婆的病再次发作，柳月娥一直在照顾婆婆，所以并没有去曹家帮忙。2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曹胜收了渔船，背着鱼篓开始往村子里走。而此时的柳月娥正巧从娘家回来，快到村口时，她隐隐约约地看见村头的那片树林里似乎有人在走动。这么晚了，谁会在那里呢？柳月娥担起心来，悄悄地走进了那片树林。此时，树林里传来了说话声：“消息可靠吗？”“当然，我在这里蹲了3个晚上了。那曹胜这几天都是在晚上捕鱼，每次都会从这里经过。”“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守着他，起码要他半条命。小点声音，别让人听见。”原来是他们。柳月娥听得出来，说话之人就是7天前拦她的那2个年轻男子。又听到曹胜2字，柳月娥吃了一惊，悄悄地离开此地，开始往南走。就在此时，有人从南面走了过来。借着月光，柳月娥定睛一看，来人正是曹胜。糟糕，曹胜回来了，我要拦住他，要不然就中了那几人的圈套了。可是2方人离得并不远，柳月娥若是喊话，势必会被他们听见。柳月娥直起身子，朝着曹胜跑了过去，用尽全力将曹胜推倒在地，2手快速捂住了曹胜的嘴巴。曹胜吓了一跳，想要扭开对方的手。“你别出声，我是柳月娥，我是在救你。”曹胜吃了一惊，定睛一看，果然是柳月娥。曹胜摇了摇头，柳月娥这才慢慢地松开了手。“你怎么在这？发生了何事？”柳月娥没有说话，用手指了指前方的树林。“前面有埋伏，有人要害你。”“谁？”“就是前几天拦住我的那2个人。”“啊？千真万确，我刚才听见他们对话了，快跟我回家。”“好，你把鱼篓扔掉，把这件衣服穿上，还有头巾。”柳月娥出门时多带了一件衣服，碰巧派上用场了。随后，柳月娥跨上曹胜的胳膊，将头扎进曹胜的怀里，2人如同母女一般，快步走过了埋伏圈。“哥，这都3更天了，曹胜怎么还没有过来？那小子肯定没出来捕鱼，消息不可靠啊！都回家。”几个人逮了个空，摸黑回到镇上去了。此时的柳月娥和曹胜早就到了家。柳月娥向公公婆婆介绍了曹胜。公公婆婆得知曹胜就是那个好心人，对他感激不已，连连夸赞曹胜是个善心侠义之人。随后，柳月娥收拾了厢房，将曹胜安顿好，也回屋睡觉去了。第3日，曹胜到镇上卖鱼时，发现几个衙役带着2个年轻男子，匆匆忙忙地过去了。曹胜一看，心中大喜，衙役所押的人正是前2晚要加害自己的那2个男子。原来就在昨日，那2个年轻男子在镇子外闲逛，再次调戏了一名女子。谁知那个女子是隔壁镇上郑员外的女儿。女儿回到家，哭诉着告诉了郑员外。郑员外大怒，就跑来报官。县令与郑员外关系甚好，派人四处搜捕，2个男子相继落网。公堂之上，面对县令的严词审问，2个年轻男子没敢隐瞒，如实招供了。随后，2人被各打了30大板，发配边疆去了。真的是恶有恶报。曹胜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柳月娥得知此消息后，高兴不已。第2天，柳月娥去曹家帮忙，曹金宝见她来了，就将心里话说了出来。不知柳姑娘如何想的？曹胜为人老实，
后道：“值得托付终身。可是我公公婆婆谁人照顾？我若是嫁给曹胜，谁来照顾他们呢？我于心何忍啊？这有何难？我曹家并非小气门户，你嫁给曹胜，也可以照顾公公婆婆。我和你婶婶还年轻，身子骨硬朗，眼下还不需要你们照顾。柳姑娘，你意下如何？若是这样，再好不过了。”言罢，一抹绯红爬上柳月娥的脸颊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就托人去柳家提亲。曹金宝十分高兴，乐呵呵地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曹金宝请来媒婆孙二娘，将提亲的事说了。孙二娘拿到喜钱后，就去了柳家。半个月后，曹胜将柳月娥娶进了家门。婚后，柳月娥勤俭持家，打理家务，曹胜依旧外出捕鱼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美满踏实。曹金宝看着小夫妻俩如此恩爱，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此话说的一点不假。曹胜的善心和侠义，赢得柳月娥的爱慕与信任，最终曹胜抱得美人归。而那两个年轻男子屡做坏事，正所谓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到头来，二人被官府抓获，落了个发配边疆的下场，这便应了善恶终有报的道理了。有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，请各位看官引以为鉴吧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美妇回家，黑狗咬住裙子不松口，美妇不怒反喜，我养你。断崖山以北有一个李家村，村子不大，住户约有30-40人。离着李家村约有50多里有一个小镇，村里人若是要到小镇里办事，就要走上一段山路。那段山路蜿蜒狭窄，还要先穿过荒野地和一片树林。白天行走倒也无妨，不过若是夜里行走，不免让人有些发怵。而经常在镇上做工的年轻人，需要起早贪黑，走夜路早已是家常便饭之事。不过他们大多结伴而行，很少有人独行，也没有出过什么祸事。李家村里住着一位妇人，名唤刘子云，时年22岁，是一个十足的美人胚子。刘子云的娘家在小镇上，前2年逛灯会的时候，刘子云被一位陌生男子连踩3次脚。那个男子彬彬有礼，长相英俊，身材魁梧，接连向他道歉。刘子云双腮绯红，心生好感，便撇下随行的姐妹，与那名男子一同逛灯会。男子名唤李如喜，住在断崖山以北的李家村。他在隔壁镇上一家名为百草堂的药铺里做管事。二人同游一晚后，各自心生爱恋之情。不久后，李如喜托人来柳家提亲。柳家并非大户人家，那刘老汉听说李如喜是个老实人，又是管事，加之闺女十分满意，于是就答应了此门亲事。成亲那日，李如喜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娶亲队伍，敲锣打鼓地将刘子云娶回了家。村里同龄人见到刘子云，无不被她那倾国倾城的美貌所吸引。不过，刘子云虽有倾国的美貌，但她却是个贞洁、恪守妇道的女子。即便村里有些年轻人对她打过歪主意，刘子云向来不理睬，言行从不轻佻。李如喜见美妻如此安稳，内心十分欣慰，对待刘子云是疼爱有加。那刘子云不仅人美，手也巧，擅长刺绣，后来与本村的李二娘熟识。李二娘打小就学习刺绣，手艺自然不用多说。虽说二人年龄相差悬殊，不过一来二去，2个人竟然成了忘年交。李如喜白天外出做工，刘子云就带着针线前去李二娘家里做刺绣。李二娘腿脚不利落，刘子云就帮着李二娘把做好的刺绣送到大户人家手里。有一日，天气格外晴朗，刘子云像往常一样去了李二娘家。进了屋，
刘子云挨着李二娘坐下了。小云，今日还需要你跑一趟。李二娘笑着说道。您别客气，送去哪家？刘子云问道。镇上王员外家，你认识的？是，我爹曾给他家做过杂工，关系还算可以。你先休息一下再去吧。刘子云看了看外面的天，拿起刺绣起身就要走。小云，不急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天气炎热，我早去早回，二娘你先忙着。说完，刘子云走出了李二娘家。李二娘看着她的背影，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多好的闺女，李如喜能娶到她，真是她家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。再说那刘子云离开村子后不久，他就踏上了那条小路，先是穿过了一片荒野地，随后才钻进了树林里。到了树林里，阳光弱了很多，刘子云只觉得凉爽了许多，整个人也轻松了不少。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香汗，整理了一下刺绣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很快，刘子云穿过树林，踏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。这座山名为断崖山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此山如同是被刀切的一样，只有一端高耸入云。山路崎岖陡峭，遇到雷雨天气，还偶尔有落石滚落，十分危险。刘子云顶着烈日，踏着山间小路，快步朝前走。日头快到头顶时，刘子云终于到了王员外家。他将刺绣交给王夫人，王夫人认识他，执意要留他在家里吃饭。刘子云笑着婉拒了。随后，刘子云买了一些吃的，开始往李家村走。刚走到山脚下，忽然他听见一阵狗吠声。刘子云抬头一看，一只黑狗正擦着崖壁往下掉落。怎么回事？狗怎么还会爬山啊？刘子云小声嘀咕了一句。就在此时，那只黑狗从崖壁上掉落下来，坠落在地，哀叫了几声。刘子云心善，赶忙跑过去查看。那只黑狗挣扎着想要起来，可是黑狗的2条腿似乎是摔断了。几次挣扎后，黑狗还是侧躺在地了。你别怕，我过来看看你，需要帮忙吗？刘子云小声询问着。黑狗或许是惊魂未定，很是惧怕眼前的刘子云。黑狗往后挪了挪身子，不停地躲避他。你见过我这样漂亮的坏人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随后，刘子云拿出吃的，扔在了黑狗面前。你的腿断了，一时走不了路，这些吃的留给你，我走了。说完，刘子云起身就走了。黑狗看了看眼前的食物，朝着刘子云叫唤了2声。刘子云笑着看了黑狗一眼，继续回到了山路上。你呀，就是急脾气，快些吃饭吧。李二娘心疼刘子云，对待她如同亲闺女一般。刘子云淡淡一笑，没啥，您别客气。夜幕降临，李如喜回到家，吃过晚饭后，刘子云就将白天遇到黑狗的事情说给了李如喜。把食物留给一只狗，宁愿自己饿着肚子，你真行，不过下次可别这样了，我心疼你。李如喜说道。狗命也是一条生命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如果换成夫君，你也会出手相救的，对吗？李如喜看了看他，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说什么。过了约有10日，这天刘子云照常去了李二娘家里，娘俩有说有笑，一起坐着刺绣。临近午时，门外走进来一个年轻人，说道：我家老夫人的刺绣做好了吗？你家夫人是？李二娘问道。陈家米铺。啊，老夫人不是明天才要吗？我家夫人急要，等不到明日了，今日再晚也要送一趟，不然我没办法交差，有劳了。年轻人哀求地说道。好，我这就赶工。年轻人拱了拱手，随后离开了。李二娘有些慌了，小云，陈家老姐姐提前要，想必是急用，此事万万不能拖延啊。二娘，
你别急，我来帮你。”娘俩不敢耽搁，开始做起刺绣来。大约过了1个半时辰，刺绣终于做好了。二娘，刺绣交给我，我这就去镇上跑一趟。说完，刘子云拿起刺绣，急匆匆地离开了李二娘家。闺女呀，你小心一些，别着急呀。李二娘走到大门前，大声叮嘱着刘子云。刘子云一路小跑，赶在黄昏前来到了陈家。那陈家老夫人得知刺绣送来了，亲自出门迎接，与刘子云寒暄片刻后，特意多给了些工钱。刘子云推脱不要，奈何陈家老夫人十分热情，李子云推脱不掉，只得收下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不如回家看看爹娘，明日再回夫家吧。刘子云眼见快到黄昏了，那段山路崎岖陡峭，就想着今晚回娘家住上一宿。可当他离着娘家近了，他忽然犹豫起来，夫君劳累一天，回家吃不上热乎菜，我这个做妻子的岂不是失职？要我何用呢？刘子云看了看天，一跺脚，朝着小镇外走去。走了没一会儿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天骤然黑了下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看样子是要下雨了。刘子云长叹一声后，躲进了山脚下一间破房子里。忽然雷雨交加，狂风四起，大雨如注，滚滚雷声不绝于耳。刘子云躲在屋子里，心里惦记的却是李如喜。夫君，你现在到哪里了？有没有淋雨呀？半个时辰后，雷雨停了，黑云散去，空气格外清新。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刘子云赶紧上路，朝着李家村走去。或许是刚刚下过一场雨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刘子云有些害怕，加之路面有些泥泞，脚下的步子也慢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一只黑狗从山上跑了下来，朝着刘子云疾驰而来。跑到跟前，黑狗一下子咬住刘子云的裙角。刘子云吓坏了，失声尖叫起来。可是那只黑狗咬着裙角不松口，还要往后拽他。刘子云看了看那只黑狗，只觉得眼熟，思虑片刻后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是之前他施舍食物的那只黑狗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为啥咬我裙角呀？你这有点不地道了。刘子云大声说道。黑狗还是没有松口，咬着他的裙角就往回走。刘子云不明所以，奈何自己挣脱不开，只得被黑狗拽着往回走。过了一会儿，前方大山之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。刘子云抬头看去，只见几块巨大的落石正朝着山道滚落下来。一转眼，3、4个巨大的落石砸在山路上。那里可是我回村的必经之地呀！这只黑狗咬住我的裙角不松口，故意阻拦我，难道是在救我？刘子云恍然大悟，他看着身旁的黑狗，没有发怒，反而喜上眉梢。他朝着黑狗喃喃地说道：“我送给你的只是一些食物，而你却救了我的命。你以后就留在我家，别走了。我和夫君养着你，你不要再做流浪狗了。”黑狗朝着刘子云叫了2声，随后转身就跑掉了。刘子云大声呼喊，可是那只黑狗并没有回头。很快，黑狗消失在大山之中。因为有落石发生，刘子云不敢再往前走，他只得回娘家去了。第二天，刘子云启程回李家村，路过那段山路时，那3、4个落石依旧在那，周围还散落着一些稍小的石头。不过虽说是小石头，若是砸中人，也够要命了。刘子云心有余悸地看着落石，心里暗自庆幸。晚上时候，李如喜回到家，刘子云将昨天发生的事情说给了李如喜。刘子云的话让李如喜后背发凉，娘子辛苦你了。夫君客气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夫人，你说。那只黑狗与我有恩，我不想它再去流浪，我要留下它，养它。我赞成你。
那好，明日我就外出寻他，将他接回家来。我帮你寻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刘子云没去李二娘家，他在断崖山附近找了许久，可就是没有看见那只黑狗。刘子云不甘心，此后又在山下寻找多日，可那只黑狗依旧没有出现。黑狗救了刘子云的命，刘子云本想留住黑狗，不让它走了，可是那只黑狗报答完恩情后就消失不见了，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也成了刘子云永远解不开的一个心结。万物皆有灵性，虽说是一只狗，但却懂得知恩图报，这实属难得。笔者感慨，黑狗尚能懂得此理，何况人呢？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施救蟒蛇，结婚时见妻妹窥探，他悄悄取出了蛇皮。世人常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看得出行善事是何等的重要。今日笔者要讲的这则民间故事便与行善有关。笔者仅以此故事传递正能量，希望世人能够多行善事。卢城县位于黄河以北，左临蒙启山，右临祁连峰。县城的北面有一条大河，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农田。看得出卢城县的地理位置好，资源也十分丰富，当地百姓有些成了渔夫，有些做起了猎户。他们过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日子，从不为衣食而发愁。挨着县城的北门有一户李姓人家，这位李老汉膝下有2个儿子，前2年的时候，大儿子李有才娶了邻县的一位女子为妻。岳丈经营着2家店铺，家境十分殷实。因为岳丈膝下无子，店铺又缺少人手，李有才听从岳丈大人的建议，所以李有才成亲后就去了丈人家里，做了个上门女婿。李家2儿子名唤李有德，此娃从小心善，小时候起他就经常和哥哥一起跟在母亲后面，帮着干一些家务杂活。母亲张氏看着2个懂事的儿子，心里倒是欣慰了不少。李有德比哥哥小了3岁，但却比哥哥心善。从13、14岁开始，李有德就经常帮着左邻右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，村里人对他十分喜爱。离着他家不远有一个郑三爷，老伴去世的早，儿子又经常在外乡做工，1个月下来很少回来。李有德就常常去郑三爷家里，帮着郑三爷干些杂活。有时母亲做了好饭菜，李有德就给郑三爷送去一些。民间常说冰冻1尺非1日之寒，同样行善事也需要持之以恒。年纪尚小的李有德能有如此的善心善举，实属难得，村里人无不夸赞他的善良。而正是因为李有德的善心，在不久后的将来给他带来了好运，让他躲过了一次劫难。而这件事还要从他那次进山采药说起。卢城县东西2面各有一座山，山中奇花异草种类繁多，各种草药应有尽有。那日，年方18岁的李有德挎着篮子走进了蒙启山，他此行的目的是去山中采挖草药。蒙启山高耸入云，地势十分险要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从山脚下通向半山腰处，那里有一片深山老林，奇珍异草就藏在那片老林之中。李有德来到蒙启山脚下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随后便踏上了山间小路，朝着半山腰处快步走去。当日天气十分炎热，李有德走了没一会儿，早已经是大汗淋漓。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后，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迈开步子继续往前走去。又走了一会儿，李有德朝前一看，树林已经出现在他眼前。终于看见树林了，看来快到半山腰了，赶紧进树林避一避日头。想罢，李有德一路小跑，钻进了树林之中。越往前走，树林越是茂密，火辣的阳光被繁密的树叶遮挡，
此时的李有德凉爽了许多，他心中得意，脸上浮现出了一些笑意。蝉鸣声、鸟鸣声不绝于耳，李有德边走边四下张望，寻找着草药。平日里进山采药的人多，附近林子中的草药已经所剩无几，而他今日要采的那株草药更是稀有罕见。李有德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寻找着，可是半个时辰过去了，他连草药的影子都没有看见。才几日没有进山采药，怎么草药如此难寻？李有德小声嘀咕了一句，继续往前走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李有德已经到了半山腰处，再往前，山势开始陡峭，常有猛兽出没，除了经验丰富的猎户，还有人敢再往前走。大半天已经过去了，连一株草药的影子都没见着，我不能白进山一趟啊！前面的森林少有人去，那里肯定有草药。可是李有德知道再往前走十分危险，可是眼下的他一无所获，这让他十分不甘心。青天白日，能有啥危险的？我不往深处走就是了，遇到狮子老虎我就往回跑，应该来得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李有德心有不甘，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决定继续往前走，势必要找到那株草药。虽说是青天白日，但他想起之前村里人的议论后，不免也有些害怕起来。毕竟前面就是深山老林，那里可不缺毒蛇猛兽。李有德试探着往前走，不敢大意。走了一会儿，一阵潺潺溪流声传了过来。李有德抬头望去，只见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泉水池。李有德大喜，赶忙跑了过去。到了水池边，他弯腰蹲身，双手捧起水就喝了起来。想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一处泉眼，这水真是凉爽。李有德嘀咕完后，继续捧起水。此时身旁的草丛里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草丛也开始晃动起来。李有德吃了一惊，心说道：是野兽。他扔掉水里的水，转身就要跑。可是草丛静止不动了，那声音也停了。本是年轻人，哪有不好奇的？李有德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是草丛里的东西却引起了他的好奇之心，他想要过去看个究竟。李有德转过身，慢慢地走了过去。可当他看见草丛里的东西时，却让他后背一阵冰凉。那不是别的，正是一条大蟒蛇。那条蟒蛇蜷缩着，头紧紧挨着地。蟒蛇见了他，并没有反应，只是头稍稍动了一下。李有德天生惧怕蛇，撒腿就要跑，可是蟒蛇却突然开口说话了：年轻人，别走，请你帮帮我。那声音极其微弱，但还是被李有德听到了。李有德转过身，未发现有人，而此时蟒蛇却在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。年轻人，是我，请你救救我。李有德害怕了，蟒蛇会说话，这可真是怪事。但他发现蟒蛇一动不动，并没有要伤害自己的意思。加之他天性善良，常行善事，见蟒蛇如此，起了恻隐之心，颤颤巍巍地说道：你是人还是蛇？怎么会开口说话呢？蟒蛇气息微弱，动了动头，说道：我是一条蟒蛇，在此山中修炼已有100年。昨夜里我在此渡劫，没成想渡劫失败，从山上跌落到此，身负重伤，请你发发善心，将我放入那个泉水池中，我自会痊愈。我可以帮你，但请你不要伤害我。你放心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岂会对你痛下毒手呢？好，我这来救你。李有德说完后，就走到蟒蛇身边，他弯下腰，用手去抬蛇身。这条蟒蛇很大，足有10几尺长。李有德用力去抬，可是蛇身却纹丝未动。我的尾巴被树根扎住了，你要先抬起尾巴。李有德点了点头，用力抬高，蛇尾缓缓升起，脱离了树根。随后，李有德连拉带拽，
费了好大力气，终于将蟒蛇拉到了泉水池里。蟒蛇进了水池，身体发出幽幽紫光，看得李有德是大为吃惊。年轻人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请拿走一块蛇皮，日后遇到危险时，蛇皮能救你性命。蟒蛇说完，扭动蛇尾，随后一块蛇皮脱落下来，李有德从水中捞起，放进怀中。蟒蛇朝着他连点3次头，随后身体慢慢地没入了水中。李有德如同做了一场梦，缓过神后，李有德又开始寻找草药。不足半个时辰，李有德终于找到了草药。此时已是中午，李有德腹中空空，匆匆忙忙地下了山。回到家后，李有德并未和爹娘说起遭遇蟒蛇的事，他从怀中取出那块蛇皮，将它存放起来。半年后，柳家人托媒婆来提亲，李父李母十分高兴。柳家也是厚道人家，名声很好。柳父十分欣赏李有德的为人，自家姑娘与李有德同龄，2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相互也都熟识。柳家姑娘名唤柳媚娥，长相俊俏，身条也好。李有德身材高大，一脸正气，2个年轻人都彼此爱慕，这门亲事就算成了。5日后，2家人聚在一起吃饭，过了彩礼，开始商定婚期。本是熟人，谈起事来倒也不拘束。很快，2家人选定了一个好日子。李有才家境富裕，夫妻俩就帮着弟弟采买婚礼用品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婚期也到了眼前。几日后，李有德带着娶亲队伍，敲锣打鼓地去了柳家。柳家热闹非凡，院门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李有德下马，随后挤进柳家院子里。柳媚娥身着红衣，头顶红盖头，在一位年轻女子的搀扶下，缓缓走出院子，向着花轿走去。而旁边的那位年轻女子却引起了李有德的注意。那女子皓齿红唇，肤凝如雪，比柳媚娥还要美上3分。只是那女子走起路来的样子有些怪异，可是李有德说不出来哪里不妥，只是觉得与众不同。那是哪位姐姐？怎么之前没有过？看她搀扶着弟妹，应该关系不一般啊。李有才也注意到了那个女子，不禁询问旁人：“她呀，她是柳媚娥2姨家的表妹，名唤张子云。前几天来探望姨母，听闻表姐要嫁人，便留了下来。”原来如此。柳媚娥进了花轿，随后李家人打道回府，一路上敲锣打鼓，好不热闹。此时的李家张灯结彩，院里院外站满了前来贺喜的乡亲。很快，娶亲队伍回来了。李有德掀开帘子，柳媚娥在张子云的搀扶之下，随同李有德进了院子里。而表妹张子云走路的样子却再次引起了李有德的注意。李有才在柳家时就注意到了她，所以刚才也多看了张子云几眼。他觉得张子云走起路来的样子倒像个熊瞎子一般。拜过天地，柳媚娥先去了睡房，表妹张子云要在此住上3天，被李大嫂正式送去偏房休息。李有德拜别亲朋好友，朝着睡房走去。刚走了几步，李有才一把拉住了他：“弟弟，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，今晚你要多留意，如有意外，你大声喊我，今晚我就住在你隔壁。”“哥哥，此话怎讲？”“我看柳媚娥的表妹有些可疑，她走路的样子不同常人，2条腿居然往外拐，跟熊瞎子一样。而且我听说张子云的爹娘都没有来。”“不能啊，我听媚娥说过，岳母与2姨母的关系甚好，有什么理由不来呢？回去吧，你小心一些便是。”李有德心生畏惧，辞别哥哥后就去了睡房。此时的柳媚娥端坐在床，李有德进屋后，先是将那块蛇皮拿了出来，放在圆桌之上，随后他走向了柳媚娥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李有德随即熄灭了蜡烛，
掀起红盖头，与柳媚娥含情脉脉地对视。就在此时，窗户外却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李有德早有警惕，他假装没看见，而那个人影随后捅破了窗户纸，朝着屋里窥探。李有德见时机成熟，他大喊一声：“捉贼！”身旁的柳媚娥吓了一跳，随后李有才的喊声响了起来。李有德拿起了蛇皮，走了出去。这一看，那个窥探之人正是张子云。此时李有才正盯着他，张子云慌慌张张，似乎想要躲闪。日后遇到危险时，蛇皮能救你性命。李有德想起蟒蛇的那句叮嘱，他悄悄取出了蛇皮，趁着张子云不注意，贴在他的后背之上。只听撕啦一声响，张子云的后背燃起了火，随后数道蓝光从张子云的身体里放射出来。李家兄弟大吃一惊，快步往后退。柳媚娥不明真相，也跑了出来，见到表妹全身被火包围，当时急得大哭起来。她果然不是人，弟弟，快回屋里去！李有才大声喊道。就在此时，张子云大吼一声，随即褪去人形，一只熊瞎子赫然显现出来，是熊精。李有才吓得连连后退。那个熊精被蛇皮之火烧得不停地惨叫，挣扎片刻后，熊精倒在地上，已经烧得体无完肤，当时没了气息。柳媚娥一个弱女子，哪里见过如此阵势，扑通一下晕倒在地。李父李母听见动静后也赶了过来，皆被眼前之景吓住了。李有才连夜去了道观，请来一位道士，将那个熊精彻底降服。而据道士讲，那熊精在蒙启山中修炼，为增进修为，专门吸食善人的精气。听闻李有德是个善人，要与柳家姑娘成亲，于是熊精下山，幻化成张子云，目的就是等到结婚那日，窜入睡房与李有德同眠，以吸食精气。没想到自己露出了马脚，被一块蛇皮所制服。李有德庆幸不已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几年前自己好心施救的那条蟒蛇，却给他留下了保命符，今夜他才得以捡回一条命，真的是应验了善有善报的老话了。柳媚娥得知真相后才放心下来，此后她与李有才十分恩爱，直到终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